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30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肯定是从昨天晚上美国呢总统大选这个辩论，两位辩论人从这个辩论比赛我们开始谈起。这个辩论比赛呢，是美国呢每次大选呢它必然进行的一个必要的节目。这个节目呢，从美国历史上肯尼迪总统他竞选总统的那一届开始，就开始了有了电视辩论大赛。这个电视辩论大赛呢，每年呢都是总统大选到最后阶段，也就是到冲刺阶段才会举行的一个重大的全国观众都可以收视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竞选活动。那么双方的这个竞选领导人，也就是两个总统竞选人，川普总统和拜登，都非常重视这场电视辩论比赛，因为可以讲全世界人民都在看嘛，尤其是美国的选民都在看嘛。在这个关键的比赛中，谁更出彩，谁问的问题更能够体现他的治国韬略，谁回答的问题更能够赢得美国选民对他的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今年的大选呢是安排了5场，其中4场呢是在川普总统和拜登之间展开，有1场呢是在副总统彭斯和拜登的竞选伙伴贺锦丽之间展开。那么昨天晚上是首场比赛，那么这场首场比赛毫无疑问来讲是得到高度关注的。川普总统他的这个比赛之前，也就是在昨天晚上辩论竞赛之前，他就事先公布了他们这个团队呢即将向拜登团队呢发问的17个问题，这17个问题是要求拜登必须回答的。那么这个问题里面主要的内容呢，主要是指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接受贿赂，而且拜登呢撒谎参加达拉维尔大学，过去拜登的各项经济政策、大法官的任命、税收政策前后矛盾，以及拜登在任的时候处理 H1N1 的失败，包括非法移民、包括黑命贵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川普团队呢向拜登发问的，需要拜登在昨天晚上辩论会上面回答的问题。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关注到，就是跟中国的议题就有4个，也就是川普团队对中国议题是非常关注的。而拜登他们团队呢是没有公布任何呢他们在晚上辩论赛中给川普事先准备的议题。实际上这场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就看到是2打1啊，也就是拜登实际上对主持人要提问的问题全部是有数的，每一个问题他看一下笔记本，他就知道下面华莱士会提问什么。所以说整场比赛呢，实际上华莱士就是这个主持人啊，他是非常偏袒拜登的。但是川普呢，他对这个问题呢，他事先是有数的。川普团队之所以发问出这么17个拜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跟川普总统前几天他在参加一场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谈到的问题里面是有绝对密切关系的。在前几天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面，川普总统就指称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已经公布的15亿美元之外，中共另外给了亨特·拜登呢很多的钱，而且这个很多的钱的信息呢，是我们刚刚掌握的，也就是川普总统讲，就是中共跟亨特·拜登之间的利益勾兑。那么美国政府现在是刚刚掌握，就是情报机关刚刚起获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左派媒体呢是一律不予报道的。而川普总统指出，亨特·拜登在他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坐到空军2号，从中国拉回了很多他受贿的项目和拉回了很多他受贿的钱。 It's hard to believe when you see the kind of money that he has made from China, from Russia, where the wife of the mayor of Moscow gives him $3.5 million, and nobody even has any question about it. Why did he get $3.5 million? I'll tell you why. Because Joe Biden was in on it. Joe was in on it. There's no way that he wasn't. And uses Joe Biden's plane, Air Force Two, uses Joe, and they go to China, and then he comes back, and he never mentioned it to his father that he just got $1.5 billion, and now it's turning out that it's much more money than that, Rudy. It's turned out to be much more money from China. They hav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ave him a lot of money, and the press has no interest in these stories. It's just it's very disheartening for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Please, Mr. President. If he tries to dodge the questions or doesn't address them head on, are you prepared with the facts and information to answer tha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ell, I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It just came out. 川普的这次发言，实际上就为川普和拜登他的首场辩论已经打下了基础。也就是在这个辩论赛上面，川普无论如何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只是呢，在昨天的这个整个辩论比赛中呢，这个主持人叫小华莱士呢，小华莱士是明显偏袒拜登，而且小华莱士的主持水平实在是太差。
为什么叫他小华莱士呢？这个小华莱士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美国知名的主持人，美国知名的电视主持人，知名的作家华莱士，他是这个华莱士的儿子。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他父亲叫麦克华莱士。麦克华莱士是生活在美国媒体最鼎盛的那一代的风流人物，可以讲他父亲还活在美国有媒体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的媒体呢还标志着公正，那时候媒体呢还能够真实报道。后来有了网络媒体以后，尤其是白左控制了所有的网络媒体、左派媒体之后，那么所有的媒体就开始偏向了，他们就开始造谣污蔑了。而麦克华莱士在他那个年代是靠自己敬业的精神、自己出色的能力，包括他自己出色的临场应变和主持能力，成为美国和全球最顶尖的主持人。这个华莱士就是专门采访过江泽民的，很多人看过江泽民回答香港记者有关董建华是否连任的那一段视频的时候，江泽民在跟这些记者讲话中，江泽民就提到了美国的华莱士是跟他很好的朋友，华莱士采访过他，为他写过很多文章和专著，所以说江泽民他非常推崇华莱士，这不是因为江泽民推崇，而是华莱士本身在美国和在全球就有这样的新闻主持人的地位。那么这个小华莱士呢，作为他父亲的儿子，他也希望能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是他跟他父亲比差得远了去了。他除了他的声音和长相有点像他父亲之外，他整个的气场比他父亲至少是差了10万8千里。那么在昨天这个比赛中呢，大家都看到川普总统多次打断过拜登的讲话，也就是抢拜登的话，那么拜登也抢川普的话。问题是当川普抢话的时候，华莱士多次是打断川普，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打断过拜登。华莱士一直是偏袒的拜登，而整个这个辩论中呢，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呢多次抢话呢没有风度。对这个问题呢，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讲，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他当时就在福克斯新闻评论会上面发表他自己的评论，他认为这是川普辩论的新策略。他说，因为呢，以往呢，共和党人太守规矩。共和党人都是保守党人嘛，都是按照规则来办的嘛，你定什么规则我就遵守什么规则嘛。所以说，按照金里奇评论，就是过去的共和党的竞选人呢，他们太遵守规矩，太好说话，结果总是被对手和主持人呢合伙起来算计。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是明的知道这个华莱士是偏袒拜登的，包括后面几场的主持人也通通都会是偏袒拜登的，因为这些人全是反川的嘛。所以说，在整个辩论会上面，川普总统就不能不据理自争。如果对手用密集的谎言攻击你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反击，那么对手攻击你5个，你最多只能反击1个。所以说，川普打断话，实际上川普就是对对方的那些谎言进行当面的驳斥。而川普总统发问拜登的话，基本上拜登是哑口无言的。川普的质问是非常有力道的。我们看到这个辩论赛里面，川普总统他问拜登，就说你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啊，你的儿子亨特·拜登曾经收到过俄罗斯的一个亿万富翁给他汇来了350万美元。这个俄罗斯的亿万富翁，他后来是跟前莫斯科市长结婚的。那么这个俄罗斯富翁他是不一般的背景，他不仅仅是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背景，而且他跟中国商人有合作。中国这个商人是来自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商业集团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不过是个代理人，而这个商人跟俄罗斯这位富豪，他们在全球发起了一个信用卡的一个商业公司，他们为这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信用卡会员垫付10万美元的消费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富翁和中国的商人，他们是密切合作经营着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就给你儿子亨特·拜登一次头就诉讼了350万美元。你能解释一下你儿子的受贿情况吗？那拜登他是完全是哑口无言，他回避这个问题，他不敢讲。那么川普紧接着又发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我来给大家呢简单的叙述一下。第一个问题，川普就问拜登，就说6月份你就酝酿了美国未来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名单，并且你承诺这个名单你会公布于世，接受美国民众对他的检阅，但是直到今天你都没有公布，你打算违背你的承诺吗？这是川普发问拜登。拜登曾经跟美国人承诺过，他会公布，他如果担任总统后，他会提任哪些人作为大法官，这个大法官的名单他没有公布。而川普总统每次竞选时候，川普总统都公布了。所以说，这是川普质问拜登，你为什么要违背承诺？这是关于大法官名单的问题。那么紧接着，川普总统又问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2008年的时候，拜登和奥巴马一起参与竞选，在竞选的时候，拜登曾经向美国人民承诺，也就是他们如果当政，如果竞选成功，那么美国人如果那些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人，这些人不会再多征税。
这是拜登当年向美国的选民和美国的纳税人他公开做出的承诺。那么最终拜登和奥巴马当选了，那么当选以后有没有兑现他的诺言，让美国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不征收新的税种啊？那么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他们是违背了承诺，对这些年收入不足25万美元的又征收了五花八门的税，你不就是完全违背你的承诺吗？到了今天拜登这次竞选之后，他又老调重弹，他现在又把这个金额提高了，说是如果他这次当选，那么那些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下的我们也不征收新税。川普就说美国人民还拿什么来信任你，你会兑现你的承诺呢？上次25万美元收入以下的不征税你都没兑现，现在你来个40万美元以下的收入不征税，你可能兑现吗？人家不会相信你嘛。所以这是川普质问拜登他不能够兑现自己承诺的又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跟中国有关的，就是川普质问到2000年的时候你投票支持中国获得最惠国贸易待遇，把人权和最惠国贸易待遇1年1审把它永久脱钩，那么把中国拉进 WTO 以后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时候，你说不会导致美国制造业因此崩溃，那么实际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了，美国至少损失上百万的劳动就业的岗位，那么这些劳动就业的岗位的损失和你当时支持中国进入最惠国贸易待遇，说中国不会拿走美国人的就业，和你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完全出差错了呢？所以川普总统就质问拜登，你回答这个问题吗？那么川普总统猛烈抨击啊，可以讲包括他儿子亨特拜登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些往来，这些问题川普都一再质问拜登，而且川普总统追加了一句，就说怪不得你儿子去中国一拿就是拿几百万美元呢。拜登是完全否认川普总统对他的质问，他避而不答，他反复强调就是我儿子没做错，我儿子没做错，也就是你无论你问他儿子是什么，他不回答他儿子拿了多少万美元，他也不回答他儿子在中国在俄罗斯收受了多少贿赂，获得了多少商业合同，获取了多少利益，他都不回答，他只强调，他只反复就说我没做错，我没做错，他反复强调就是这个。所以在整个辩论会上面呢，实际上川普的出招呢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呢，华莱士是明显偏袒拜登，对拜登不利的事情呢一律不回答。那么川普就知道他在避重就轻，而川普就必须要扬长避短，因此川普就主动把话题提到了弗林案，他直指拜登参与其中，而且指出他用罗根法案陷害弗林，这些呢都是中情局探员呢都有记录的，所以说呢，拜登是赖不掉的。拜登呢就不敢否认这个问题，但是拜登呢他不敢回答，他只是避而不答，所以到了很多时候呢都变成了华莱士跟川普来辩论了，华莱士他就客场来串场来跟川普有一段这么辩论。The last 4 years you have promised to repeal and replace Obamacare, but you have never in these 4 years come up with a plan, a comprehensive plan to replace Obamacare. Of course I have. Well, I got rid of the individual mandate. I'm going to give you an opportunity. I got rid of the individual mandate, which was a big chunk of Obamacare. That is absolutely a big thing. That was the worst part of Obamacare. Sir, Chris, that was the worst part of Obamacare. Let me ask my question. Well, I'll ask Joe. The individual mandate was the most unpopular aspect of Obamacare. I got rid of it. I'd like and we will protect people with President, I'm the moderator of this conditions. debate, and I would like you to let me ask my question, and then you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 Go ahead. You, in the course of these 4 years, have never come up with a comprehensive plan to replace Obamacare. And just this last Thursday, you signed a largely symbolic executive order to protect people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5 days before this debate. So my question, sir, is what is the Trump health care plan? Fine. Well, first of all, I guess I'm debating you, not him, but that's okay. I'm not surprised. Let me just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there's nothing symbolic. I'm cutting drug prices. I'm going with favored nations, which no president has the courage to do because you're going against Big Pharma. Drug prices will be coming down 80 or 90%. You could have done it during your 47-year period in government, but you didn't do it. Nobody's done it. So we're cutting health care.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insulin, I give you an example, insulin, it was destroying families, destroying people, because I'm getting it for so cheap. 当然了，面对华莱士的公然作证，川普就说：“我今天晚上不是来跟你辩论的，所以说你这种做法我也不会吃惊。”那么华莱士他问过川普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否愿意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川普当时用英文回答的就一个单词叫 sure。
那么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川普是确定的、肯定的，肯定川普会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川普的这么一个简单回答呢，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普遍的报道称为说是川普不愿意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所以说这个左派媒体啊，他就是公然撒谎。这种电视辩论大家都看得懂的，他都去歪曲人家的意思，然后去指责川普说是不愿意谴责白人主义，而川普明明回答的是确认的，是肯定愿意谴责的。这就是左右颠倒、黑白颠倒嘛。很多人评论说是拜登昨天晚上表现得非常好，拜登没有打瞌睡，拜登不是像人家认为的他是老年痴呆症。其实网友都给他发现了，拜登在整个辩论的时候，他身上就有一个连接线，这个连接线是有一个接收器的，这个接收器在他左手的袖口有一个像笔一样的接收器，所有的这些照片都被网友已经拍下来发到了网上。There it is. There it is. Biden's wearing a wire. Why do you need a wire? 也就是说，拜登基本上来讲，他自己大脑是不做主的，他是靠接收器给他提词的。整个辩论过程中，拜登整场基本上都没有跟川普对视，他眼睛经常是只看到华莱士，而川普讲话时候眼睛都直视拜登，气场是强大的。整个辩论比赛最终结束时候，两对夫妇都上台的。那么很多媒体就报道他们秀恩爱的场面，至少有3家主流媒体，他们都认为拜登夫妇表现得更恩爱。理由就是嘛，演讲结束以后，两位夫人上台呢，拜登夫人拥抱了拜登，还跟他有这么一个贴面。但是这个问题呢，感觉到非常荒唐。虽然拜登夫人跟拜登是有一个贴面，但是你们看没看到，拜登夫人是戴着口罩跟他贴面的？你觉得戴着口罩贴面的这个算是秀恩爱吗？这只是秀给别人看看吗？关于秀恩爱这个问题，跟大选、跟本轮辩论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呢，媒体呢，他找不到正经话题呢，他就用那些花絮，弄这些花絮呢，就吸引眼球，而且呢，他们会颠倒黑白。在整个辩论结束之后，马上呢，媒体呢都出了很多民调，那么很多民调呢，最终就变成了川普阵营呢认为是川普赢了，拜登阵营呢是认为拜登赢了，这个都毫不奇怪。但是呢，我有一个呢完全出乎于我的意料，因为本来我意料呢 CNN 肯定会报道拜登大赢，但是呢没有想到 CNN 会那么无耻，他会做出这么一个民调，说是98%是拜登赢，川普只有2%的这个支持率。所以说这种报道的这个媒体就完全站在一个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的立场上了，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现状嘛。所以整个辩论结束以后，川普总统在今天早晨是发了一个推文的。他这个推文就是针对拜登想增加最高法院的人数，因为拜登知道没有办法控制川普总统，已经提名了巴雷特担任大法官，而且很可能巴雷特在10月份就能得到任命通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9名大法官就到任了。那么拜登就说，他如果当总统，他就会去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把他从9人增加到15人。那么也就是现在共和党保守派里面绝对多数的6个人，你仅仅是6个人，增加到15个人以后，如果是拜登胜选的话，再提名6个人，加上原来留守的这个自由党的3个人，那么这样民主党阵营就增加到9个人，就是9比6的关系。这只是拜登的意向，所以说川普总统讲，拜登的这种想法，希望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额，以图让民主党扩大人数，获得大法官队伍他们绝对控制的多数，是完全毁掉了最高法院，是否定了美国宪法的第2修正案，而且是拜登他还要禁止页岩油气，这样就会扼杀美国的能源事业和就业。所以川普总统对拜登的这种政治提议完全的否定，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当时写完那个推文就问所有的美国人，就说这是你们想要的领导人吗？他将摧毁我们的国家，你们知道吗？美利坚你们知道吗？这是川普发的一个推文，通过这个推文表达他对拜登质疑的立场。今年的大选，2020年的大选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那么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9月30号，距离本年度的大选11月3号仅仅还剩30多天了。那么在余下的30多天里面，前4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场总统辩论或者是副总统辩论。那么下一场辩论在2个副总统候选人中间展开，也就是在彭斯副总统和拜登的竞选伙伴贺锦丽之间展开，在犹他州的盐湖城，在9月7号。那么9月7号就有2个副总统竞选人，他们进行了竞选答辩，整个这个总统辩论赛还在进行。那么总统辩论赛仅仅是所有的观众
通过他们两个总统竞选人的辩论来展示他们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及那些犹豫不定、拿不定主意究竟选谁的这些选民呢，通过两个总统竞选人的辩论呢，能够坚定自己最终投出自己宝贵一票的决心。但实际上来讲，整个大选的形势呢，今年呢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讲，虽然川普总统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支持他的这种呼声很高，川普总统竞选造势的现场也是好评如潮，但是不排除有很多黑恶势力要把今年美国的大选把它搞砸了，尤其是中共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干扰美国大选的活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呢，就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后，他很快就提出了他任命的新的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那么巴雷特在上个礼拜六被提名之后，在本周，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他就已经前往国会山。到国会山呢，他和彭斯副总统、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多位重量级的参议院的参议员和他们进行了见面座谈。他要通过向所有的参议员、向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彭斯副总统去展现他自己未来作为一个被川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一旦当选大法官以后，怎么去捍卫美国的国家路线，如何保障美国的国家制度能按照美国的先贤，按照美国开国国父们他们所制定的美国路线，保证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沿着这条制度往前进。美國國會議員正在準備為特朗普總統提名艾美康尼·巴雷特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嘅確認問題進行歷史性嘅鬥爭，後者將會喺11月3號總統選舉前嘅幾個星期之內展開。We have someone of great character, of great intellect. 副總統彭斯星期二陪同巴雷特前往國會山嘅時候話，巴雷特法官個人代表美國嘅最佳嘅品質，因為佢智力非凡，背景優秀。佢哋充分相信，隨住美國人對巴雷特法官不斷增加了解，將會好似特朗普總統宣布對佢嘅提名嘅時候一樣感到振奮。巴雷特仲拜會咗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同埋委員會共和黨籍成員柯瑞柏、格拉斯利、麥克利同埋克魯茲。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巴雷特嘅提名，同埋共和黨人加速開始確認程序。佢哋話總統選舉嘅勝者應該提名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嘅繼任人選。全國進行嘅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亦都係咁樣認為。巴雷特今年48歲，係虔誠嘅天主教徒，佢好受保守派福音基督教徒嘅喜愛，後者可以話係特朗普最忠實嘅支持者。墮胎權利團體擔心巴雷特嘅確認可能會威脅到1973年最高法院就羅素韋德案件作出嘅讓墮胎喺美國合法化嘅歷史性裁決。这是巴雷特呢，他到国会山呢，和众多参议院的这些参议员们交流呢，所表达的共同大家关心的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那么巴雷特他这次被提名，就希望呢，在整个10月份，参议院呢，他能够迅速的对巴雷特的这个任命呢进行投票表决。在这个投票表决的这个过程中呢，目前来讲，虽然参议院多数党，也就是共和党呢，已经出现了2个女的反水的参议员，但是目前来讲，仍然参议院保留了共和党支持票的多数，也就是有51票支持。这51票支持就足够能够通过对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了。那么最终能不能在本月就得到任命，这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都非常期待在本年度大选之前，大法官的问题任命就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如果一旦大选出现各种复杂形势，出现各种复杂因素的话，毫无疑问来讲，会最终上诉到最高大法院，由最高大法院里面的9位大法官由他们投票表决，决定美国的未来。所以说今年总统的大选呢，很可能就会像2000年，也就是小布什和格尔他们那一次竞争的这种白热化的程度一样。那一次也是由美国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最终以5比4的投票决定小布什能够当选。今年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很难说，因为目前来讲局面相当复杂，尤其是拜登呢，他曾经扬言，他如果当选的话，如果是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全部获得多数票的情况下，他就会提出要对最高法院进行这个数量的增加。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把它上升到15名大法官，
那么作为当朝总统的话，他是有权利提任6名大法官的，他毫无疑问会提名他们民主党的大法官。那么那6个加上现在留在最高法院已经有的3名民主党大法官，他们不就是有9比6的优势了吗？而且这种情况是建立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控制参议院，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通过对国家宪法的修改，然后最终达到增加全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数量的这个议案啊，也就是总统也同意，参议院也同意，众议院也同意。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必须要最高法院同意啊？如果是民主党这么干，我们就算未来出现了拜登当选了，而且众议院、参议院全部是民主党多数，那么他们就通过了这个议案，把最高法院的人数从9人上升到15人，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全部通过。那么共和党会不会提出上诉啊？共和党100%会提出上诉啊。那么上诉这个案子就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你认为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里面，如果现在有6个是保守党的大法官，他们会批准同意这个对最高法院的人数扩容的这个建议吗？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的这个制度已经在美国延续了上百年，凭什么你拜登上了台，你就可以改变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数额配比呢？你就可以改变美国宪法的第2修正案呢？你拜登的能耐也太大了。这就是民主党他们一整黄粱，但是呢，他们总要把大饼呢划给民主党的党员，划给那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他告诉你们，我们就会这么去干。所以呢，很多人冲着要支持他们，冲着他们画的这块饼，觉得要支持他们，就跟着他们干。因为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兑现。这就像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跟拜登这个辩论中，他问到拜登：“你上一次竞选，你2008年和奥巴马竞选时候，你们不是答应过美国那些家庭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不征收任何新的税吗？”结果你们不是当选了吗？你们当选以后有没有收呢？你们不是收了吗？如果说你们收了税，违背了你们承诺，你现在又跟大家承诺，一旦你当选，美国年收入40万以下的家庭就不征收新税了，谁能相信你啊？你自己觉得你讲的这个话能对得起你过去的承诺吗？所以说民主党呢，他总是画大饼，总是讲的最好听，他不会跟你兑现的。在一个不能够兑现的这个总统的这种空头承诺下，你去选举他，就意味着你始终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梦想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的认识，包括川普总统他白宫幕僚团队都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任务。因为民主党之所以今天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已经分化美国到了这个地步，显然是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的。这个外部势力就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中共所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自中共的红色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来自安提法对美国的搞乱。在美国的这个安提法行动不断的扩充以后，把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的人心已经搞乱了。所以当务之急，除了川普总统能够获得连任，能够拨乱反正之外，美国的高层已经深刻的、严峻的认识到美国面临的威胁和美国未来的任务。蓬佩奥国务卿在接受一个采访中，他就明确说，未来几十年对美国和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中共，就来自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中国政府。中国的专制政府，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对世界和平、对美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文明有着重大威胁。所以说，铲除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崩溃中国的体制，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民主制度国家，是美国下一届内阁当仁不让的任务。What is the greatest threat we face? Is it the communist Chinese regime right now? The greatest external threa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over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is the threat by the regime in China to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蓬佩奥都说的那么具体了，就是要铲除习近平，就是要铲除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的专制啊，把这个政权崩溃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以后，那么美国的威胁就全部解除了。之所以民主党今天能在美国胡闹，就是共产党在背后作为一个黑色的根源，作为一个红色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他们组织大量的资金，对美国那一切想搞乱美国人，对他们进行资助以后，然后帮助这些人来毁坏美国的制度的。所以说，今年的大选是决定世界文明的方向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美国选民都要认识清楚，你们的选择绝不简简单单是选择哪一个人担任总统的问题，是选择你们的未来问题，是选择美国的民主制度问题，是选择全世界是向着黑暗、向着邪恶发展，还是向着文明、向着光明奔去。
这是最重要的，摆在人类面前最重大的话题。所以说，每一个选举人都到了你们庄严的投出你们手中这一票的时候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